我看见你姐夫脸上的伤，这是怎么回事啊？福星，不管你跟你姐夫有多大的误会，他毕竟是我的丈夫，是你的姐夫，你们俩都是我的亲人，手心手背都是肉，伤到哪儿，我这心里都疼。答应姐，找个时间跟你姐夫好好聊聊，把那个不愉快的过去翻过去，啊！别让姐再为你们操心了，行吗？我答应你，我跟姐夫好好的。老同学啊，我可是专门头半年来啊，还望你行个方便，给碗饭吃。我还在想呢，我们这个衙门小啊，你这个讲武堂出来的大班长啊，不是受委屈了吗？嗨，这好汉不提当年勇，还是你深藏不露，后劲无穷啊！啊，我呢，只想找一份安定的工作，不求别的，养家糊口足矣。这是你的心里话？当然。哎呀，江湖险恶，我是深受其害啊，逞强好胜的事儿，不敢再想了。老田啊，有几句话我想说，行吗？请讲。你看我们这公安局啊，是维护百姓、伸张正义的地方，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表率的是民族风骨。你可千万不能把你在蓝城那一套放到这儿来。男人嘛，要的就是敢做敢当，问心无愧，对得住自己的兄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是希望啊，你和陈星把这些过去的恩怨做个了断，在我这儿重新开始。我眼睛里不揉沙子啊。谢龙，你放心吧，我不是个糊涂的人，看我的实际行动吧。好，姐夫嘛。对。从前的市长、城防司令，现在到警察局做个队长，反差很大。不错，确实反差很大。但你放心，我会重振雄风的。做人应该讲个为人之道，希望你别再走以前的老路，否则会遭报应。你们过来了，都安顿好了吗？我们已经住下。司令，您看我们什么时候也进警局？现在进警局还不是时候。郭晨星把你们恨之入骨，要是落在他手里了，能有你们的好吗？他到沈阳了。他现在是剑刃3级，就连我都要被他领导。那怎么到哪儿都有他呀？这霍晨星当道，咱们就没法混呢。是啊，不除掉他，我们就无法在这里边大显身手。怎么除掉他？您发话。咱们呢，就让火流星来帮咱们。我们是火流星，要钱还是要命？把值钱东西都拿出来。对。
火流星什么火流星？这火流星到底怎么回事？火流星曾经也在沈阳出现过吗？没有啊，我从来就不知道有火流星在沈阳。你看看，还真会选择对象，专杀日本人。你知道吗？最近日本侨民协会向市政府递交了申请书，要求武装自己，成立自卫权。一句话，就是要武器。我一直顶着不批。你看，这家伙有无借口了。局长，这个火流星对我来说可是个老熟人。你了解吗？说说看。说起这个火流星呢，我在兰城主政期间，这个火流星就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重犯，我是投鼠忌器，为此颇伤脑筋啊。投鼠忌器什么意思？因为曾经这个火流星分队的头就是火神星。报告。进来。坐。看报了吧？看。你对火流星怎么看？我也觉得很奇怪，火流星为什么会在沈阳出现？看来你对火流星挺熟悉。局长，以前我是火流星。哈，你倒是很坦率。把门关上。这里现在就我们2个人，你给我说实话，昨天晚上的案子和你到底有没有关系？局长，我的确和日本人有仇，听说火流星杀了日本人，我的心里痛苦。但是昨天晚上，我的2个弟兄钟义和李浩在局里值班，我奉了你的命令去北大营送机密函件，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好。我信你。火流星可是你们兰城地面上的侠客，你认为这个凶案会是谁呢？我不知道。火流星除了我、李浩和钟义，其他的人全都被日本杀了。我自己也很奇怪，沈阳为什么会出现火流星？关于这个火流星，在你来我这儿之后，我也做过一些了解。这是一个除暴安良、替老百姓出头的侠义组织。但是我提醒你，这里不是兰城，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法治，需要国家机器。再学什么替天行道、除暴安民那一套侠义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既然当了公安，就要用公安的纪律约束自己，千万不能把兰城的那一套带到我的地面上来。我不是龙翔天，惹急了我可是六亲不认。我明白。喂，我是黄小市长。我知道杀害日本人后果很严重，现在正全力调查。这不行，日本人这是在找借口，你千万不能答应。不批不行啊！我已经挺了这么长时间了，谁让你们治安不力，闹出什么火流星来呀？现在日本侨民是抓住理不让人，你还让我咋顶啊？他们要发枪就让他发吧，你赶紧给我抓住火流星，其他的事儿你给我少管了啊！小日本居然给侨民发枪了，
哪个主权国家会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我们的政府，我看真是熊到家了。分かった。たった今とてもいい知らせが入った。奴らはついに我々の武器分配に同意した。シナ人は我々が思っていたよりも腰抜けだ。死んでいった仲間もこれで浮かばれる。今現在法隆神が突然深夜に出現したようだ。先頭に立つようではない。いずれにしてもだ、法隆神には絶対に我々の邪魔をさせるな。いいか。はい。我听陈师说呀，你们全家来了沈阳，特别来看看你，你还好吗？优美，你一直和陈星在一起吗？对呀，我已经习惯了，他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真是个好姑娘。优美，等一下。哎。这是娘留下来的，今天姐把它交给你，也就是说，姐把最亲爱的弟弟交给了你。你要好好的爱他，疼他，替姐照顾好他。你怎么才回来？我告诉你，我姐跟你说什么了？你怎么知道的？说什么了？这是我娘留下来的，姐姐已经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你说爸爸什么时候才能把你当成山田家族的人啊？你说你爸除了因为西厢的事对我反感以外，还会不喜欢我什么呀？如果我爸爸答应我们2个人在一起，但是他的条件是我们2个人必须回日本生活，那我就跟你回日本呗，然后我再回来。耶！西郷さん、いい知らせです。由美さん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した。彼女はどこにいる？彼女はフーチャンシュンと一緒に住んでいます。クソが。もう一つ知らせがあります。山田の電話を盗聴しました。由美さんは今日フーチャンシュンを連れて山田に会いに行くそうです。お前は大至急で山田と誰かを連れてすぐに行くんだ。彼と由美が会ったところを探し、すぐに私に報告するんだ。はい。お父さん。由美。お前何やってるんだ？由美、私は会うつもりはない。すぐに立ち去るんだ。お父さん、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お父さん、西郷さんとは結婚しなかったけど、私たちの結婚を認めてほしい。私が生きている限り絶対に承知できるものか。山田先生，霍先生，这个世界可真小，你没想到在这儿碰到我吧？由美、ホウというやつからすぐ離れろ。西郷と一緒に帰ってこい。
でなければお前をここまで育てなかった。ユミ、お前の父のために、そして自分のために、この俺についてこい。吉祥，离开你是由美的选择，请你尊重她。我坚信，这是我们日本人的家事，用不着你来插手。由于你的出现，造成了他们父女骨肉分离。お父さん、私彼から離れたくないの。許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由美，我们走。バカいた。西郷さん、何をするつもり？銃を下ろして。你们这是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林香先生，龙司令，没想到你也来咸阳了。你就这样对待老朋友的吗？西洋先生，知道你们侨民协会也发了枪，不过这枪是用防身打强盗的，用在今天这个场合，恐怕不太合适吧？你们敢开枪，谁也别想离开这儿。不信就试试。西郷君、すべて私のせいです。聞き分けの悪い子に育ててしまった。ここは先に帰った方が。行きましょう。お父さん、許してください。队长，今天日本人和霍振兴发生了冲突，还差点动了枪。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事情可能就闹大了。还不是日本人手里有武器啊！局长，咱们公安局的武器装备是不是也该换换了？今天一拔枪，日本人全都是清一色的自动手枪，可我们呢，全是这些老掉牙的单发步枪。最近日本关东军四处的惹是生非，在万宝山公然鼓动中朝农民对抗，又抓住中村正太郎的事件，向国民政府兴师问罪，令人忧虑。我打算去一趟北平，听听少帅怎么说。弄得黄显龙现在慌了神儿，跑到北平去了。那您打算下一步？现在的沈阳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浑水摸鱼、壮大自己队伍的最好时机。乱世出英雄，龙翔天要东山再起，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局长，你回来了，见到少帅了吗？走。局长，你走这2天，日本人越来越猖狂，大白天带着个枪在街上晃悠，根本没把咱们公安放在眼里。弟兄们都憋不住火了，没准哪天就能干起来。不行，起码现在不是时候。你说说看，日本人现在发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认为不是保护侨民那么简单。你想，如果各个国家都以他们的侨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为理由给侨民们发枪，那中国岂不是要大乱了？我觉得日本人这么做的背后，肯定藏着更大的阴谋。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自从张大帅死了以后，趁着俄国的势力撤出，少帅又带着东北军入了关，整个东北地区几乎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小日本我看是越来越过分，居然派间谍到咱们东北军边防要塞刺探情报。现在他们打着侨民协会的幌子，给日本侨民发了几万支枪，实际上都是关东军发的枪。他们会不会想制造事变？不是会不会，是肯定会。你是山东人，你还记得吗？北伐时期，民国17年5月，日本人在济南制造了一次惨案，用的是什么借口？就是以侨民的安全受到威胁为借口。对，不信你看，这出戏还要上演。要这么说，形势越来越险恶了。我派人采购了25万支枪，1200万发子弹，很快
要运到沈阳，我得先把自己的公安队给武装起来。这小日本真敢闹事，我就真刀真枪的跟他干。诸位，今天把你们请到这儿来，就为了一件事：发枪。待会儿陈星会把发枪的时间、地点和办法告诉你们。我问你们，枪是干什么用的？打仗的。当然是打仗的，关键是和谁打仗。我不说，你们也别问。脖子上长着什么？脑袋。用它去思考，去想。我只是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就得学会非常规的办法来思考问题，这样到了战场上才不吃亏。局长，这老话说抽了满堂都是各奔一行，要是把我们当正规军使，那那些东北军又是干什么吃的？老李，你说这话太糙了啊！但是话糙，理不糙。我们当公安的是干什么的？维护治安，保护百姓，这才是我们的责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机，就要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当公安的怎么了？真的有人把你们家房子点了，把屎拉到你们家锅里，不管是当公安的还是当兵的，只要你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得给他狗日的拼了！报告局长，说，日本关东军参谋总部送来一封信，看见了吗？哟，东阳我，行行，你到时候念。是。辽宁省公安处长黄显龙处长台见。经闻你处为地方公安配备大量枪支弹药，甚为不安。公安乃政府内卫，如何按正规部队配备武装？此举势必引发诸多猜疑和惶恐，如演变为内乱之借口，当危害甚多，望三思后行。敬送大安，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听听，枪还没发呢，狗日的小日本要到你们家做客了，还要做你们的主，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枪不发行不行？不行！226、221、207。205。西阳先生，来，请坐，请坐啊！真没想到兰城一别，我们又在沈阳见面了，这说明你我的缘分不浅啊！坦荡的蓝前西长，前方司令，怎么就混进了黄显龙的桌子了呢？西阳先生，这些话要是别人说出来也就算了，可偏偏从你嘴里说出来，这让我觉得有些好笑啊！你什么意思？本人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多亏了你的鼎力相助，一份报告都保管不好，还让顾珊珊给偷去了，葬送了我的前程不说，还把你们的铃木特公组一起送进了坟墓。这件事儿要让你们的上司知道了，恐怕你的下场还不如我的吧。龙上天，你敢威胁我？你信不信我可以马上让你消息？相信西洋先生的手段，我在兰城就领教过了。不过就怕你没有这个胆量。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请不要用这种口吻和我说话。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利益的。有了利益，过去的一页就可以翻过去了，一切重新开始。我现在有一批大买卖，要不要谈？说吧，什么买卖？近来黄显龙要向全省的公安发枪，知道。这批枪支弹药很快就会抵达沈阳。这支由25万支枪和1200万发子弹武装起来的公安部队，这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想过吗？这是他去了北平见了张学良以后做出的决定。你以为只有你们日本人才会发枪吗？你一定要自己打。你有什么高见？高见谈不上。如果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抢。很简单，我做内应，你们组织行动。条件吧，抢来的枪支弹药，咱们要55分成。你的胃口够大的呀！现在时逢乱世，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要有人有枪。我龙翔天东山再起，在此一举，怎么样？做还是不做？我马上就准备。我们就搬前突围去牵接批破，到时候我进攻，你加手，来，为我们的合作成功干杯！来，炮总，人到齐了吗？还少一个。报告。进来，门关上。我宣布一项重要任务：明天早上7点，最后一批货10万支枪、500万发子弹会分2批运到。接货地点在2处，一处在晨曦的翟家镇，一处在城南的体坛。1队跟我去晨曦，2队随龙队到南城。现在我宣布一下纪律：从现在开始，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不能打电话，就是上厕所也得2个人结伴去。明天早上6点准时出发。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队长，我有问题，因为家里有点特殊情况，我想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免得他们为我担心。纪律我已经宣布过了，明天早上6点准时出发。今天只好委屈大家在这歇一晚上了。这批货非常重要，说大了是国家的事，往小了说是每个中国人的事。我们做警察的职责是什么？大家心里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远远比保一方平安要重要得多。说大一点，涉及到国家的安全。今天的行动，大家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一旦出现意外，按预定计划行动，明白吗？明白。出发。大家注意了啊！这离接货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注意警戒。要是在谁身上出了问题，我饶不了他。是。去吧。霍晨星，我听说过你，山东剿匪督办，你怎么当警察了？你们赶得够快的，提前了30分钟啊！就怕耽误时间，一路上歇人不歇车，连口水都没喝，总算没迟到。好了，你们接收吧。钟义，一会儿进城以后，带着弟兄们好吃好喝，让他们好好休息。好嘞。
哎，对了，我去铁匠堆看看，那边怎么还没动静？啊，营长小心点。龙长官，时间已经过了，送货的还没到，该不会是出问题了吧？闭上那嘴！是。大白天的能出什么问题？这么远的路，晚个8小时不算什么。再等等。是。铁匠，这你怎么来了？都这么长时间了，这货怎么还没到？不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不可能一个时间到。这估计也快了，咱们再等等吧。不行，都过了40分钟，咱们去营。警戒！火车不见了，肯定是被土匪打劫了。这些人肯定也是被土匪打死的。土匪会穿这种丁字裤，是日本人干的。局长，我没有接到货，导致军火被劫。都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辞呈。损失了多少？30多名押车的军人被杀，5万支枪，250万发子弹，还有10辆运载货的军车。这是谁干的？是日本人伪装成土匪，制造的一起有预谋的行动。这次接货运货，我采用了最高级别的保密措施。日本人怎么知道的？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行动前，所有参加接货的人都在公安局里待了1夜，第2天一早出发。我实在想不出来这漏洞出在哪儿。货丢了，都是我的责任，请您处罚我吧。你们俩别想给我躲清静，马上把案件给我侦查清楚，把军火给我找回来。如果真有日本人参与，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这儿有奸细。我认为，要想侦破这个案子，首先要抓住主要环节。什么主要环节？第一，这次劫车现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尽管地方比较偏僻，总是还能找到目击者的。我们要布置人马查找目击者。还原当时的真实情景，对破案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这批军火可是整整的10卡车啊，不是藏在哪个角落里就能藏得住的。要查找这一批军火，首先要突击检查市内各大仓库货场。这个事儿交给我吧。这件事情只要把一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什么问题？抓出内鬼。这么周密的行动，消息是怎么透露出去的？日本人为什么时机抓得这么准？他们完全是有备而来，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这次行动的前前后后所有的细节我都想了一个遍，也没想出哪儿有漏洞。那就是有的细节你还没想到。我相信，只要这个内鬼行动，
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营长，有一个人很可疑。昨天后半夜，上洗手间。我还想问你呢，你干什么去了？少他妈回。你刚才去霍长官的办公室干什么？我刚才路过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门开着，灯亮着，窗也没关，我进去关灯关窗。你说错了。进去关灯用得着鬼鬼祟祟的吗？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别他妈以为你官大我就怕你。说话，我睡觉。这么重要的情况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当时看他理直气壮的样子，就没太在意。昨天黄局长给我打电话要一份机密文件，我确实回了趟办公室。出去的时候窗和灯确实没关，这个事孙涛没撒谎。进办公室除了关门关窗户以外，他还能干啥？他是干这个。有什么证据？把人抓了一问，不就全都清楚了吗？孙涛，龙队长有话问你。什么事儿？跟我回去上。走吧。孙涛，我问你，昨天晚上你都干什么去了？什么也没干啊。你小子还撒谎！昨天晚上你去霍长官办公室干什么了？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夜里我上厕所，路过霍长官办公室，我看见他门没关，灯没闭，我就帮他把灯关上了。你有没有动过电话？没有啊。看来我不给你动点刑，你是不会讲实话的。把鞭子给我。哎，别，我说，我昨天的确用过霍长官办公室电话，但那只是个报平安的电话，我又没说什么别的。参加这次行动的所有人不许打电话，这你不知道吗？我看你就是那个内鬼，就是你泄露的消息。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抽断了你的筋。我怎么又成内鬼了？你们能不能别冤我好人？昨天是我爹大寿，这家里人说好了给他过生日，是我突然间接到任务没回去，我怕他老人家担心，所以打了个电话报平安。我又没说任务的事儿，我怎么又成内鬼了？孙涛，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城里孙记照相馆，电话号码是……别说了，我已经查过了。昨天夜里我的办公室只打出过一个电话，就是给孙记照相馆打的。而且昨天也的确是孙涛父亲的生日，他没撒谎。放了他。放了他？先放了他，然后派人盯着他。营长，就算是他父亲过生日，他也很有可能在电话里把消息透露给家里人，然后把消息传出去。不是没这种可能，但是我找到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什么线索？这是我刚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单。昨天晚上12点40分，从我们公安局的门务室打出过一个电话。接电话的对方是日本侨民协会，联系到这次劫车是日本人干的，所以这个电话很有可能就是泄密的渠道。我去查昨晚值班的门卫是谁。是石开。石开？不对啊，这石开又没参加这次行动，这情报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撬开他的嘴，我们就知道了。钟一耗子，马上把石开控制起来。是。对，这个很重要。
我先去查一下石开这人的资料。喂，哎，霍长官，你是哪队的？我是门卫值班员，叫什么？石开。喂，什么事情？老何，给我电话，一会儿回来，快点啊！我待会儿还送报纸呢啊！行行行，快点回来啊！好。这个石开有问题，千万别跟丢了。放心吧，丢不了。出现在这儿。孙涛可疑，你们说这事儿也太巧了。打电话的是他，石开被杀，他又出现在现场，我怀疑他就是给凶手做掩护的。当时我跟浩子光顾着盯着他了，所以被凶手钻了空子。孙涛出现在石开的被杀现场，是挺可疑的。咱们刚注意石开，想抓他，他就跑了。我们俩追上去，他就被人杀了。好像我们的每一步，敌人都清清楚楚。营长，我怀疑敌人就在咱们身边。你说这个人，他会不会就是孙涛？孙涛他父亲是个摄影师，在城里开了一家孙记照相馆，那个照相馆附近住着很多日本人，他和日本人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孙记照相馆，我知道，要不我去摸摸情况吧？好吧，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及时跟我们说，一定不能暴露自己，而且不能擅自行动。为了这次合作成功，我不得不杀掉刚刚发展的内线，这样才切断了霍真兴他们的线索。和这个人斗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不过你们也太大意了，怎么会在现场留下日本人的尸体，让霍真兴直接布局到了你们的身上？侨民协会那帮人，他们毕竟不是正规军，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想到经典人数，但回去发现少了2个人，已经来不及了。多亏了我没让他们到铁匠屯直接来抢货，知道吗？那天霍真兴也来了，他是在怀疑我，对我不放心啊。要是侨民协会的人和他遭遇了，恐怕咱们就不会坐在这里喝茶了。还是龙叶想得比较周到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黄宪荣的行动非常的重视，我们有严密的监视，也请龙叶多多提供公安局的情报。至于龙叶的个人利益嘛，
我们会自家鲜做的玩具。谢了，我一定会拿出让你们满意的东西。不过我这次应得的分成比例，你给我准备好了吗？我就在我们的救火库里。好，我已经照您的吩咐，在市郊盘下了一个大仓库，院子够大，有几十间房，都办好了。好，你去找西乡，把咱们的军火都拉过来。有了这25000支枪在手里，离咱们的出头之日就不远了。龙爷，跟日本人打交道要格外小心。我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看这架势，近期日本人要在沈阳闹出点大事儿，我们正好借着这个东风，把咱们的队伍重新拉起来。聞くんだ、西郷君。私は君を特別補佐に任命した。生物化学兵器の研究をやり遂げると同時に責任を持って満州の事務に当たれ。君のような逸材を、若い逸材を帝国は必要としている。山田博士、どうなさいました？なんでもない。少し気分が悪いがすぐに良くなるさ。お疲れなのでしょう。寮までお送りしますわ。太君啊，这边请。太君，这是您的照片。哟西，不错，非常漂亮。哟西，哟西，非常好。小姐，你是要照相吗？我想买桶胶卷。啊，请问您是？啊，我姓孙，这家照相馆是我开的。啊，您就是孙老板。是。久闻大名。不敢。不知你要什么型号的胶卷呢？我再看看吧。那好，你看。你选好没有啊？啊，选好了。要这卷。那好，给。哎。好，谢谢啊。好。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过去。这是在一个日本女人送来的胶卷里看到的这张照片，这天大的秘密就在这张照片的背景中。孙涛进去了。石开死了。死了，让人给灭口了。几位啊，俺们今天不营业了，改天再来吧啊！哎，你们，哎，长官呐，俺们今天盘点结算，你们明天再来吧。这些个日本的照片是你照的？不是，这是客人拿来的，俺们给冲洗的。有人举报你这私藏了违禁品，哎，我们得搜查你。不，哎，长官，我。郭大哥，你怎么来了？
过，叔叔。哼，你小子气势汹汹地闯进来，还真把我吓一跳。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搜查来了？看来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情报员，是一开始就被你们发现了。你是情报员，你为谁工作？你叔叔，他就是我的老板。叔叔，他也是共产党员。陈星，孙涛是我们安插在公安局内部的情报员，负责收集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的情报。这个照相馆就是我们的联络点，孙涛和他的父亲孙老板都是我的联络员。包大哥，我知道你们不太相信我。那天晚上，我的确给霍先生传递过运送军火的情报，那是为了武装公安部队对付日本人的。霍先生告诉我们不要轻举妄动，可没想到还是日本人先行动了。那你为什么要跟着石开？石开，我一开始就怀疑这小子有问题，他是个赌鬼，又是个酒鬼，兜里比脸都干净。局里兄弟的钱他借了个遍，我就没见他还过。可是就在出事的前2天，这小子突然间阔了起来，抽着哈达门，喝着老龙口，我就想请他喝酒，探探虚实。可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那叔叔，你今天为什么上这儿来？孙涛说今天有紧急情报要向我汇报，所以我才来的。什么紧急情报？德国制造，口径240毫米，最大射程是40公里，威力巨大，一炮足可以轰倒我们半边城墙。日本关东军的职责是守卫南满铁路，根本就没有必要配备这种重型武器。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这照片你从哪儿来的？是一个日本妇女来冲胶卷的时候，说是她丈夫来沈阳照的纪念照，冲过以后要送回日本做纪念。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陈星，你怎么看？出沈阳的日军在这种时候配备这种重型武器，是不是说明关东军可能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根据最近对日本发放武器给他们侨民和他们关东军频繁调访，足以可见，他们对中国东北地区马上要付诸行动了。叔叔，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得赶快回去调查。看看这种炮是什么时候运到沈阳的，一共运了几枚？那你有什么打算？如果有可能，我想炸掉你的想法很大胆，但是首先你要得到黄显龙的支持，跟日本人斗，要斗智。今回永田課長は本土からわざわざ24口径を2つ我々に運んできてくれた。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ことだ。聞いた話では陸軍が実戦訓練をしたそうだが、結果は相当にいいだろう。効果は絶大だ。砲軍の北大 A は我々の一発の砲弾で消せる。もう一つの大砲はすでに運び終えたが、武田の倉庫に入れとくよりか早く持ってきた方がいいだろう。この件は私がやるから、車は準備してあります。物をすでに送ったら、あなた方は引き受ける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一有消息马上联络我。营长，我已经与大连海关取得了联系。据他们说，1周前从日本的神户港运抵旅顺口2台大型装弹机射炮，货主是日本关东军作战部，其中1台于到港第2天就运到了沈阳，另外1台是因为运输车出现了故障，耽误了2天，今天刚刚运到。营长，我调查了沈阳最大的物流仓库，其中在日本人的武田仓库发现了重次车辆，其中1台日本军方已经提走，这1台晚上到，日本军方这2天就来接。关东军漂洋过海，费这么大力气运过来2台装载机，很有可能是2台伪装真装载机的重炮，1台被他们装到了阵地上，另1台就在武田仓处。我去申请调查令，在这等我。报告，局长呢？凤城发送军火库爆炸，局长带人过去了。他让我通知你，局里的日常事务由你来处理，有啥大事儿必须等他回来。我怎么联系他？他在路上，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陈强，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没时间了，有紧急任务，你把第一分队赶快集合起来，马上出发。营长，营长，调查令签发了。局长外出联系不上的。没有调查令，日本人的仓库是没法。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硬闯也得把这事情查清楚。你这是蛮干，怎么可以私自调动警力，私闯日本的仓储重地？我不会跟你胡来的。现在是我代局长在执行日常事务，出了问题我负责，你只管执行命令就行。我这是为你好。这现在市面上本来就不算太平，我们最好不要惹是生非。要不，请市长签署当命令，我们也算师出有名啊。市长，你说那个市长，我都怀疑他是日本人。没有调查令，日本人会让你进行大满吗？不让进就硬闯，我就不信了。日本人敢在中国私藏重型武器，我们连查的权利都没有。武器？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这个用不着你管，你回去待命吧。不行，我要对我的队员负责任。没有调查令，我不会让你带走我的队伍。营长，怎么办？耗子，把孙涛叫来。好。张大哥，这是值班啊？来领枪啊？是啊。来，抽根烟。这里不可以抽烟。给国军的炸药全部盛放在这里，小心点啊！我放心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赵大哥，贺展科有事找你，让你过去一趟。好嘞，我帮你在这盯着。啊。届いたばかりの物資のリストです。細菌培養に必要な抗体血清と専用試薬が届きました。それはよかった。血清が届いてなかったので、私の実験は全て止まっていたんだ。私はこれを持って帰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だ。お父さん、良くなったばっかりなのよ。まだ休んでいないと私が代わりに行ってくるわ。荷物の控えには名前が書いてある。それに荷物には保険もかけてある。私の署名がなければ出せないはずだ。やはり私が行った方がいい。分かったわ。私も一緒に行くわ。どこにあるのかしら。東の武田倉庫です。霍晨星，这次行动带上我呗。谁告诉你我没有行动的？你看你穿成什么样子，赶快回去。我不是配合这次行动吗？万一发生什么情况，我好迷惑他们呀。去了不许乱来啊！一定听营长的命令。嗯，我一定。
ソリーナ。我从这后面绕过去，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从这儿过去，从后面进仓库。是。あと15分がすぐにやらせてくれ。助けろ！助けろ！何した？注目地にトゲがある。人どこだ？見えない。なら大丈夫だ。あ、どうも。是德国道的 K 3炮炮管。炸弹释放在里面，15分钟搞爆炸。明白。周越。こんにちは。荷物を受け取りに来ました。こちらどうぞ。どうぞ。秦导，你把跟进来那支部解决掉。是，这边放走。把门卫解决掉，快！これです。別だ。陈星。おじいさん、ルビー、早く逃げろ。ここに大切な資材と血清があるんだ。どうして残していけるんだ。おじいさん、後で説明するから。行くものか。还啰嗦什么？优美，这有炸弹，快带着他走啊！爆弾だって。走啊！珊珊，你要干什么？
どうしてお前たち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財産を奪おうとするんだ。お前たちの思い通りにはさせない。ユミ、これは誰がやったんだ？西郷さん、お父さんを見ててください。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ユミ、ユミ、ユミ、今すぐに倉庫にあるものを全部運ぶんだ。はい。停车。葛莎莎，你在哪儿？葛莎莎，葛莎莎，你在哪儿？给我出来！葛莎莎，葛莎莎，给我出来！葛莎莎。真心，爸爸死了。もうお父さんに会えない。私の大事な人、どうしたらいいの？私の父さん。妹妹，你听我说，是个意外啊！珊珊并不想杀害你父亲。何言ってるの？你刚刚说什么？你说这个是意外？这不是意外，我亲眼看见的，我亲眼看见。私をこの目でお父さんを殺したのを見たのよ。これが現実じゃないっていうの？你听我说，我们去仓库是为了炸毁关东军的重炮。
在你去之前，我们已经在拿了炸弹。珊珊不知道那个人是你父亲，你听我说。他拿出枪是因为他不认识他。顾珊珊在哪儿？赶紧抬头够！你怕我杀我，对不对？把枪还给我！开山三友，去开山三友！我明白了，你和日本人。你从骨子里面就瞧不起我们日本人。你恨我父亲。我真心。お父さんは私たちのこと賛成してたのよ。私のために。全て私たちのため。お願いよ。クーラーシャンに合わせなさいよ。私殺してやるから。落ち着いてよ。二度と会いたくない。ユミ、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だ。泣くな。一緒に家に帰ることにしよう。家なんかないわ。お父さんは死んでしまった。もう身内なんていない。家なんてもう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よ。そんなこと言うな。私は君の家族なんだからな。もう帰ろうよ。一緒にそろそろ帰ろうよ。一緒に家に帰るとするか。霍叔叔，我要跟优美说清楚。这事闹得满城风雨的，你现在出去，知道有多危险？有什么危险？让我出去！霍晨星，你带我出去，我去见优美，我要跟她解释清楚。你现在哪也不能去，外面都在通缉你。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打死他，我只是想吓吓他，是枪走的火。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都在怪我是吗？霍晨星，你也在怪我。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当时也看见了，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呢？好了，珊珊，没有人怪你。我们现在做的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大事。你现在是个战士了，应该知道怎么做。霍晨星，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对不起我们。珊珊，我没怪你。孙涛，我跟叔叔谈点事儿，你把珊珊照顾好，让她出去。是。你们干啥玩意儿？你们啊？撒野！是，把霍建新给我喊出来。西乡，你带着这么多兵来干什么呀？想冲击公安局吗？我来讲霍建新，你就叫他出来。你这老几啊？想找谁出来就出来。霍长官没空，等着吧你们。你们公安局的人计划方法，凭什么四川日本无电仓库？凭什么打陷我的卫兵？谁给你的权利？去，叫他出来！霍建新，给我出来！霍建新，给我出来！哎，志兴，你要去哪儿啊？西乡找我，霍建新，出去看看。不行，出来！日本人来势汹汹，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没事。你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能忙啊，可你就是不听。你看，现在出了事儿了，你就是浑身上下都长了嘴，也说不清楚啊。我就没想到他说清。你，霍建新，给我出来！霍建新，你终于出来了。昨天是你带领四川无电仓库打死了我们的卫兵，打死了我们的山田博士。现在我要带你回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问话。带走！都别动！谁敢动，老子就毙了他！在我公安局的地盘给我摆擂台，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放肆！你是什么人？日本关东军参谋部西乡自郎。西乡先生，你倒是很不客气。带着人打到我的门上来了，说，什么事儿？霍建新前天下来，我要带他走。罪名不小。陈清啊，你有什么话说？局长，昨天我们接到线报，在日本的武田仓库有人私藏重型武器，我派人去调查，他们的卫兵不让进去，结果发生了冲突。你想调查武田仓库，没有调查令，我们的卫兵当然不让你进。西乡先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搜查令？要不要我拿出来给你看？谁都知道武田仓储是物流集散地，属于日本民间组织使用，不允许存放军用物资，这一点你们不知道吗？霍晨清前去调查是我批准的，出了问题理应找我说话。霍晨清，你们不能带走。谁说武田仓库私藏武器？
你现在就可以去调查，看看有没有。算了吧，时间都过去20多个小时了，我们现在去还有什么意义吗？我让你们去调查，你们不调查，这是你们的事情。我再问你，山田博士是不是死在葛珊珊的手上？他窝藏杀人犯就是犯罪。你放屁！谁能证明珊珊杀了山田？拿证据出来！我能证明，我亲眼看见顾珊珊拿枪杀死了我的父亲。